在过去30年的地缘版本里面，美国人有一招是屡试不爽啊，好比服务器的管理员，谁不服气呢，就掐断谁的网络，让他彻底的抓瞎。这一套一键清零的逻辑啊，从未失手。这次伊朗战争也一样啊，先通过高频的空袭瘫痪你的电网和物理连接，紧接着呢 ，SWIFT 的系统会把你的 IP 地址直接就清除掉。这时候你手里攥着石油、矿产或者粮食，在一瞬间里就会失去交换的价值，你的货币就会像自由落体一样跌入虚无啊！你的社会契约会随着物价翻几千倍而彻底崩碎。1991年的伊拉克失国，2011年的利比亚失国，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啊，那就是降维打击。哦，不对，那是纯粹的橡皮擦式的擦术。但是到了2026年，当这套被五角大楼和美联储演练了无数次的死亡连招招呼到伊朗身上时，服务器报错了，冻结了1200亿美元的资产，甚至把伊朗的核设施和电力中枢炸成废墟。结果德黑兰的里亚尔对人民币的不汇率波动竟然没有超过 15%， 这感觉就像你用1000伏的高压电去电一个对手，结果对方呢只是衣角微脏，还反手给你一个耳光。董王和他的幕僚们现在头疼的不是伊朗的导弹，而是到底谁给伊朗装了一套防电墙啊？答案其实藏在3年前，那份当时被大多人认知为常规外交辞令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里。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这份文件啊。那可不是一套普通的文件，而是一套正在挖掘美元霸权地基的平行生存系统。首先呢，我们先理解一下什么是美式制裁啊，这就得看看它的底层物理参数了。很多人以为制裁就是不让你买东西，错了。美式制裁的核心叫做流动性绞杀。当一个国家被踢出 SWIFT， 它就变成一座金融孤岛。以当年的伊拉克为例啊，迪纳尔的通胀率曾达到过 2000% 以上。为什么？就因为你生产的东西换不回信用，你需要的生产资料是买不来的，本币的信用锚点断了，它就只是废纸了。但是呢，2026年的伊朗拥有了一个完全脱离美国真空环境的备份系统。3年前呢，中伊建立了人民币里亚尔直间结算的通道，本质上这是一个基于本币互换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独立封闭回路。这种结算呢，不经过纽约的清算银行，不经过任何一个位于北美的服务器节点。当伊朗需要采购抗生素、工业传感器或者备用零件时，它付出的不是美元，而是通过出售给东方的石油换取人民币信用。这就是为什么即便美国把伊朗踢出了 SWIFT， 德黑兰的药店依然有药，超市呢依然有粮。美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垄断权，在这里呢被物理性的屏蔽了。这不再是单纯的贸易啊，这是一种金融主权的代工服务。美国的地缘政治本质上是海权战略啊，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红海的航道，它可以像捏住输油管一样拿捏任何一个产油国的命门。但是在2026年的剧本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啊，在波斯湾排开阵势，试图复刻当年海上禁运。但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油轮虽然出不去，但是油却源源不断的走出去了。这呢就得益于那个庞大的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陆运能源网啊。中国呢每年4500万吨的保底采购，这可不是写在纸上的承诺啊，而是要转化成地下翻滚的输油管线和横跨中亚的重载铁路啊。既然海路走不通，那么伊朗的石油就可以穿过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直接进入中国的西部。海权的优势呢在于低成本的超大规模运输，但陆权的优势就在于不可切断性。你可以炸沉一艘10万吨级的油轮，但你很难通过卫星监测和远程空袭精准切断绵延数千公里的地下管线和分布式的铁路网。美国人始终盯着卫星云图，发现霍尔木兹静悄悄的，伊朗说了谁也甭想从这儿过。
但是伊朗的财政呢依然在跳动。这种感觉就像你已经拔了别人的网线，却发现人家早就拉了一条隐形的光纤。接着我们说一下比较硬核的部分也就是五角大楼最不想面对的问题，那就是社会秩序的鲁棒性。美以传统的空袭逻辑呢，就是关键节点打击，炸掉你的变电站，全程断电；炸掉你的自来水厂呢，全程断水。只要民众没水没电没药，1周之内就会发生暴乱这就是美国屡试不爽的内爆逻辑。但是在2026年的伊朗，这套逻辑撞上了分布式防御系统。在协议执行的3年里伊朗的电网不再是几个核心节点的脆弱连接了，而是由大量的中方技术支持的小型化模块化发电单元。这种设计呢看起来不经济因为它能耗损耗高，但是在战时它就是无敌的。你炸1-2个变电站只会影响2条街道伊朗很多地区能够24小时复电，背后呢就是这套成熟的预制件供应链。那些在沙尘暴中作业的工程车辆装载的就像积木一样可以快速插拔的变压器模块。当五角大楼的参谋长们还在 PPT 上标注摧毁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一种基建消耗战了。美国一枚战斧导弹造价200万美金，而修好一个变电站可能只需要50万人民币的预制件和几小时的人工。这样的战争只能透支美国日益枯竭的军事预算，但是全球基建供应链正在获利其中的大头都被中国给拿走了。这种不对称的战争成本正让制裁本身变成一种高成本的自我消耗讲到这里呢，我们得聊聊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信用。过去几十年，全球国家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接受美元秩序，纳贡求存，要么拒绝美元秩序，社会崩溃。但是2023年的那份协议里，本质上是中方向全世界发出的备选方案邀请函。它向古巴、委内瑞拉、俄罗斯甚至东南亚、非洲的国家证明了一件事：如果你愿意接入另一套基建和金融标准，你呢就不再需要担心那个一键清零的管理员的权限了。当制裁变成了随处乱挥的大棒子，制裁的边际效用就在递减了。与此同时，谁在建立信用呢？那只能是中国。中国提供了实物、技术和不中断结算服务的力量。这可不是单纯的搞慈善这是一种高维度的地缘保险业务。中国提供了保险，比如基建结算市场；伊朗这种国家呢，支付保费，比如能源和战略协同。如果伊朗模式成功了，那明天东南亚的国家会怎么做？那些面临着主权债务违约的非洲国家会怎么做？大家也许真的会排着队去寻找这套生态系统。到时候呢，美元霸权就不再是一个不可直视的神像了，而是一个可以被随时切断、信号极差的旧基建。2026年的波斯湾没有赢家，或者说最大的输家是那套运行了50年的旧秩序。历史呢，往往不在最激烈的爆炸声中改变，而是在那些枯燥的、充满技术细节的贸易协定签下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了结局。同时，我们必须还面对一个现实中伊25年的协定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数字，它是一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信用抵押。根据布兰代斯大学和美国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26年3月的最新报告，这份价值4000亿美元的宏大蓝图呢，正通过一种极其隐秘的方式转化成生产力。2025年全年呢，尽管面临所谓的极限施压，中伊双边贸易仅未报告的石油出口额就达到了312亿美元。2025年，伊朗原油出口额约 90% 流向了东方，日均出口额稳定在138万至155万桶。华盛顿一直认为呢，通过切断美元可以扼杀伊朗，但华尔街日报在2025年底披露的一个名为石油换基建的影子安排，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可能已经秘密促成了超过8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这意味着即使伊朗被踢出了 SWIFT， 它依然能够利用实物资产进行跨时空套现。这可不是破坏规则，而是在规则之外搞了另外一个离岸平行宇宙。
当美国在全球追缴美元流量时，伊朗正拿着人民币信用呢，在中国的生产线上定制太阳能电池板和汽车零部件了。说到这里啊，有些人也许会问啊，如果这套系统这么强，为什么伊朗的通胀率依然很高呢？根据伊朗统计中心和伊朗电讯报2026年2月的报告啊，伊朗的年度通胀率确实处于 44% 至 47% 的高位啊。食品的通胀率甚至在某些月份啊触及到了 70% 的峰值。但在地缘政治中啊，这恰恰是鲁棒性的体现。换作任何一个没有外援的中等规模国家，在1200亿美元资产被冻结，而且全世界都不能和你做生意的情况下，通胀率的终点应该是津巴布韦币。但是伊朗里亚尔汇率在2026年3月对人民币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啊，波动幅度啊被死死压在了 15% 以内。这种抗打击能力来源于协议中关于粮食和药产本地化的承诺。根据中国日报和相关经贸数据啊，伊朗在2025年引进了大量中国制造的光伏电池和 CKD 汽车零部件。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轰炸，以色列在空袭，但是德黑兰的药店里，中国授权生产的仿制药供应仍然没有中断。这种感觉呢，就像你黑进了一个人的银行账户，却发现他家后院种满了土豆，地窖里呢还堆满了罐头，而且他还有一套独立的太阳能发电器。现代外交在2026年3月的分析中指出啊，中国在伊朗的布局呢，本质上是为了全球南方打造一个避险样板间。谁在获利？是那些不愿在美国西方的金融霸权中战战兢兢的国家。谁在付账呢？是那些试图维持制裁有效性的霸权成本。根据荷兰银行的宏观监测，2026年中国将 GDP 增长目标设定在 4.5% 到 5%， 而伊朗的能源供应是这一增长的重要安全底色。这就形成了一种双向锁死的利益结构。当欧洲央行在2020年3月不得不因为中东局势上调通胀预期时，全球投资者都看清了一个事实啊，美国挥舞的制裁大棒正在产生严重的回声效应。你打出的每一拳，最后呢都会变成高昂的能源价格和破碎的供应链，重重的弹回本国消费者的脸上。在2026年的波斯湾，美元霸权这把曾经无往不利的激光剑，正在因为遭遇食物本位与分布式供应链的联合围剿，正变成一根生锈的铁棍。你依然可以挥舞它，依然可以制造噪音，但你再也无法像过去30年那样，仅凭一封来自财政部的公函就能让一个文明古国彻底从地图上金融抹除啊！这就是2026年的真相。世界呢，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拥有备份系统的多态架构。如果你还停留在只要制裁够狠，对方就会投降的平庸逻辑里，那么你错过的将是整个人类地缘经济史上最深刻的一次转折。我是五人，今天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点赞关注，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